我被钢筋刺穿右腿，送往医院抢救那天，未婚妻却忙着照顾他醉酒的竹马。从手术室出来，我看到他竹马发了个朋友圈，能得此妻，夫复何求。配图是我未婚妻穿着围裙，拿着锅铲，宠溺又无奈的照片。底下评论纷纷起哄，等着看我笑话。我却笑了，大方回复：这么喜欢，那送你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微微，我的腿被掉落的钢筋刺穿了，你能不能过来送我去下医院？我忍着右腿被刺穿皮肉的疼痛，强撑着意识给未婚妻石薇拨通了这个紧急电话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石薇冰冷打断。江旭，我很忙，不就受点伤，你自己打个120不就好了？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了？说完，石薇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，而我也因为失血过多，当场痛晕过去。昏迷前，我看到几个好心的路人向我飞奔而来，帮我叫来救护车，把我送去了医院。再醒来，我已经躺在病床上了，右腿打满了石膏，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更是疯狂地往鼻腔里钻。医生则是一脸凝重地站在旁边，还好送来的及时，再晚1秒，你这右腿就没救了。不过之后还是会有后遗症，你记得定期回来复查。对了，江先生，既然你醒了，能麻烦您把医药费结一下吗？你昏迷期间，我们多次联系你的紧急联系人石薇，想让他交医药费，但每次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挂断了。说着，医生的脸上也是带上了几分无奈和为难。我强撑疼痛把钱给了，同时心里也不由疑惑，石薇到底在忙什么？我知道他是个工作狂，但到底是什么要紧的事情让他能忙得对我见死不救？忙得连给我交个医药费的时间都没有。我有些委屈，也有些烦闷，拿出手机准备询问石薇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的竹马桑宇却发了个朋友圈：能得此妻，夫复何求。今天还好有微微，不然我得醉死路边了。配图是一个女人的照片，看清女人的面容后，我不由一怔，这正是我的未婚妻石薇。照片里，石薇穿着围裙，拿着锅铲，满眼的宠溺和无奈。而石薇不仅点赞，还评论了：就你贫嘴，给我好好休息。桑宇，遵命。我的小青梅。他们这么一番互动，引得众人纷纷在朋友圈底下磕 CP。这是公然撒糖。你俩这青梅竹马，要不要这么甜？就是。酷死我了！你们两个太配了，给我锁死99。看着这一切，我直接如遭雷击。
愣在原地，眼睛肿胀，心中更是酸涩不已。所以，这就是石威所谓的要紧事。他的要紧事就是照顾醉酒的桑榆。我不由扬起一丝苦笑，心寒不已。说起来，这已经不是石威第一次为了桑榆抛下我了。在我和桑榆之间，石威选的永远是桑榆。订婚1周年的时候，我提前准备好了一切，还省吃俭用大半年买了石威喜欢歌星的演唱会门票。可出发前，就因为桑榆打来电话说家里停电了，他怕黑，要石威过去陪他。石威就果断抛下我去找他，还说桑榆有黑暗恐惧症，要我让他。那天，在众人打量的目光中，我一个人听完了整场演唱会。还有石威生日那天，我精心挑选了餐厅，还给他点了一桌子爱吃的菜。可我苦等了1天，等到菜都凉了，餐厅都打烊了，他都没来，也联系不上。后来从别人口中才得知，那天他和桑榆在野外露营，同睡一个帐篷，一起看星星看月亮，好不浪漫。就连现在也是如此。在我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时候，他却忙着照顾醉酒的桑榆，根本不顾我的死活。想到这儿，我的心渐渐冷了下去，对石威也不再抱有期待。多么可笑！原来爱与不爱是这么的明显。可惜我现在才肯接受这个事实，而这个代价，是我差点失去一条腿，用惨痛的经历换来的。既然石威不爱我，我又何必在他身上浪费时间？把这时间精力拿来投资自己不香吗？我一边想着，一边翻看评论，里面除了磕 CP 的，还有不少看我笑话的。毕竟圈内都知道我们3个的狗血三角恋。众人在下面疯狂起哄。你们说，要是江旭看到了这条朋友圈，得疯成什么样子？还不是老样子，一哭二闹呗。一个大男人却像个怨妇一样。换作是我，我也烦。我一直都觉得江旭配不上石威。桑榆哥，你努力，我们可都期待能吃到你和石威姐的酒席。面对众人的起哄，桑榆也在下面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。你们别这么说，旭哥会生气的。我和微微就是好朋友，不过真要让我娶妻，我也会找微微这样贤惠美丽的。有时候真的很羡慕旭哥，这扑面而来的茶味，看得我拳头都硬了。偏偏石威没反驳，躲在屏幕后面美美享受这一切。他享受众人的追捧，也享受和桑榆朋友之上恋人未满的亲密。看着这2个没分寸感的人，我一阵作呕，在下面大方回复：别羡慕，你这么喜欢，那送你了。此话一出，众人都停止了评论，朋友圈也是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中。就在这时，
石威气势汹汹地私聊我：江旭，你在阿宇的朋友圈发什么疯？阿宇不就开个玩笑，你至于吗？我看着石威发来的消息，心中冷笑。我受伤住院，他不曾过问一句。现在就因为我说了桑宇一句，他就受不了了，过来兴师问罪，给桑宇撑腰。可明明我才是他的未婚夫，到头来，我一个正牌未婚夫却没他的一个竹马来的重要。想到这儿，我冷漠回复：他是玩笑话，我却是认真的。你们这么郎情妾意，那你俩过吧。你和婚礼我通通不要了，都让给他。说完，我直接关机，没再搭理他。不办婚礼酒席正好，我还省钱了。思索间，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被捏皱的彩票，不由望出了神。今天我意外中了彩票，奖金足足有3000万。得知自己中奖后，我第一时间就要给石威分享这个好消息，可他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，所以我决定去公司找他，把这个好消息当面告诉他。结果在找他的路上，我被掉落的钢筋刺穿右腿，受伤严重。甚至昏迷前，我都一直想着醒来后要告诉石威这个好消息，再用这笔钱给他买他心心念念的大别墅。他之前一直想买，但碍于公司资金紧张，钱都拿去运转公司了，没有多余的钱买别墅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有了这3000万，石威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他买，满足他的心愿。可我没想到，醒来看到的会是这样扎心的一幕。我满心满眼都是他，他眼里却只有桑宇。为了照顾醉酒的桑宇，他甚至可以对我见死不救。可之前他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他也曾满心满眼都是我。17岁那年，我被人举报抄袭设计作品，不仅赔光家底，还遭到网暴，绝望到要跳楼。石威救下了我，还安慰我，告诉我世间的美好。是他点燃了我生的希望。那一刻，我爱上了他。他的救命之恩，我也一直牢记于心。再次遇见他，是大2的时候。我用辛苦兼职的钱订了一束玫瑰，准备向他告白，却发现他的身边已经有桑宇了。虽然他们没有告白，但我能看出他们对彼此都有好感，所以我选择成全，默默守候石威，甚至还在石威要向桑宇告白时帮他出谋划策。可后来，桑宇却伤害了石威。在石威准备向他告白的那一天，却意外撞见他有女朋友，而且他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。桑宇还经常把石威送他的东西转手送给他女友，甚至还用石威给他的卡来养他女友。被撞破后，石威断了桑宇的卡，也断了和他的联系。
而桑榆也觉得丢脸，远走国外。桑榆的离开正好给了我重新追求石薇的机会。他因为桑榆的背叛患上了抑郁，几度自残。在这期间，我不断地救赎他，带他看心理医生，积极配合治疗，更是陪他散步，带他看日出日落，帮他走出失恋的阴影。在我的努力下，石薇重获新生，我们也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。后面更是顺利订婚，幸福甜蜜，并且我们还凭借自己的努力开了一家公司，后面越做越大，现在事业已经是蒸蒸日上了。石薇是个好面子的人，为了维护他的自尊，公司的重要活动都是他出席，风头和名声也都是他的，而我则默默无闻地做着幕后工作，包揽一切的脏活累活。为了让石薇没有后顾之忧，我更是当起了家庭主妇，对她各种伺候照顾。可自从桑榆风光回国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世人都说青梅竹马敌不过天将，在我这里却恰恰相反。桑榆这个竹马一回来，就夺走了石薇全部的目光。石薇开始频繁地以朋友之名和桑榆约会见面，更是多次贬低打压我，拿我和事业有成的桑榆做对比。都是一个专业的，你怎么就不能学学阿宇？你看人家，年纪轻轻就已经事业有成，是知名设计师了。再看看你，一点都不上进，只会在家洗衣做饭，和保姆有什么区别？提到我时，他眼里是止不住的鄙夷和嫌弃。可我是为了照顾他，才放弃一切，当起了家庭主夫。到头来，我的付出在他眼里竟一文不值。不仅如此，石薇还经常抛下我和桑榆纠缠。我在家里等他吃饭，他却说忙着应酬。结果好几次都被我抓包是和桑榆约会。我问了几句，他却怒了。有完没完？我和阿宇就是单纯谈合作，老朋友叙旧，没你想的那么龌龊。你能不能别像个老妈子一样，整天疑神疑鬼的？他一次次地伤我的心，让我失望。而我对他有情，总想着再争取一次，试图挽回我们的感情。可失望总有攒够的一天。现在就是这样，在经历过生死后，我彻底看开了，对石薇也是彻底心死失望了，整个人也不再恋爱脑，清醒了许多。既然石薇心里没我，我为什么要巴巴地舔着她，渴求一份没有回应的感情？何况现在我还中了3000万的彩票，有这钱我干什么不行？非要上赶着当舔狗？这么想着，我瞬间释然了，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我不再关注石薇他们，管他们怎么亲密纠缠，我只要自己精彩舒服就够了。至于石薇，没福气的女人，不要也罢。
在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，我顺利痊愈。出院后，我兑换了彩票的奖金，用一部分的钱买了个新房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打车回家，准备收拾行李，从原来的家里搬出去。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，石薇回来了，看到是我，她愣了一下。你回来了？见她这样，我还以为她在关心我，略有些错愕。下一秒，她的话却直接让我如坠冰窖。只见她皱眉埋怨道：“还知道回来？这几天你不在家，家务都没人做，垃圾也没人倒。你不是说你腿受伤了？我看你也没事啊，不会是你用来偷懒搪塞我的借口吧？”我在心里默默翻了好几个白眼，无语到不想说话。江旭，我叫你呢，怎么不理人？说着，石薇凑到了我跟前，她一靠近，刺鼻的酒味扑面而来，一看就是照顾桑雨蹭上的。不仅如此，她的裙子上还大片大片的沾上了桑雨的呕吐物，散发出发酵的酸臭味。可我明明记得石薇是有洁癖的，之前我给她洗衣服的时候搓破了手，血不小心滴到了她的裙子上。她气得对我劈头盖脸一通骂，说我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还嫌弃地把被血染脏的裙子扔到垃圾桶里。可现在，桑雨吐了她一身，她却不以为然。原来，她的洁癖还分人，对我，她就各种洁癖，对桑雨就无所谓。我之前怎么没发现这女人这么双标？在我内心疯狂吐槽的时候，石薇已经把她的脏裙子脱下扔给我，使唤我帮她洗。同时，她还把桑雨的脏衣服一并带回来了，也一并扔给我。江旭，一会儿你把我和阿雨的衣服都洗了，这种粗活我可不会。洗完之后再过来给我按摩。这些天你没给我按摩，肩膀酸死了。我舍不得石薇做家务，平时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做，结果却把她宠得不成样子。对我不仅没有基本的尊重，还把我当佣人随意使唤，甚至不顾我是刚出院的病人。看着石薇一副等着伺候的高傲模样，我觉得一阵下头。她还真把自己当公主了，没有公主命，一身公主病。我懒得搭理她，埋头继续收拾。见我这样，石薇却怒了：“江旭，耳聋吗？没听到我说的话？”我反手就把他和竹马的臭衣服扔了回去，冷声回怼：“你眼瞎，没看到我在忙？不会就学。我又不是你们的妈，凭什么帮你们洗衣服？再说你累也不是我造成的，是你自己非要上赶着当保姆，怪得了谁？”石薇愣在原地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“江旭，你敢这么和我说话？
明明之前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没有半分怨言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之前他说桑榆肠胃不好，非要让我给桑榆做爱心便当，还要我亲自送到公司楼下。当时我还真的照做了。现在想来，只觉得当初的自己是个大怨种，自己累死累活，到头来却成全了别人。想到这儿，我冷冷瞥了石威一眼，一字一顿道：“之前脑子进水了，现在清醒了。这舔狗谁爱当谁当。你！”石威气得瞪圆了眼。就在气氛紧张到极点的时候，桑榆提着一个草莓蛋糕，输入密码进来了，熟练的仿佛是他家。看到是我，他微微一怔：“旭哥也在呀？你和微微怎么吵起来了？是因为我吗？”不等我开口，桑榆便低垂着眼眸，自顾自地继续说道：“旭哥，你别误会。虽然这几天我都有来家里，但那都是为了帮微微做家务。你也知道，微微不会做家务。那几天你又不在家，所以微微便找我帮忙。今天我会来，也是为了感谢微微昨天的照顾。要不是微微，我怕是得醉倒街头了。不过我和微微清清白白，真的就是好朋友的关系。那个朋友圈也是我的玩笑话。旭哥，你可千万别多想。”桑榆表面上说着他和石威只是朋友关系，话里话外却疯狂炫耀他和石威的亲密。而石威本来就气我对他太过冷漠，为了激怒我，眼下更是直接挽上了桑榆的胳膊，还故意和他亲密。若是之前，我肯定会愤怒的大吵大闹，表达不满。但现在我只觉得一阵恶心。这两个没有分寸感的人，简直绝配。我懒得搭理他们，拨开他们，直接进了房间，准备把屋里的衣服也收拾一下。收拾衣服的过程中，门外传来了小声的议论声：“微微，旭哥好像生气了，不解释一下？”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清者自清。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。石威故意加大了音量，我知道他是说给我听的，但我根本不在乎，甚至还觉得有些聒噪。等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石威正坐在桑榆的腿上，两个人眼神拉丝，互相喂着蛋糕，都是口水，也不嫌脏。见我看向他们，桑榆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：“旭哥，我和微微打小就这样，都习惯了，你不会介意吧？”石威没说话，目光落到我身上，显然也很期待看我生气。我却只是耸了下肩，无所谓道：“介意什么？我懂，你们是好朋友，能睡一张床的那种。”说完，我拉着行李箱就要走，石威这才注意到我手上的行李，直接愣住：“你要搬走？”
我冷笑一声，阴阳怪气地回怼道：“不搬走，怎么给你们腾地？你们都腻歪到这地步了，再不走就是我不懂事了。旭哥，你真误会了，我和微微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桑榆一副要急哭的模样，通红着眼眶，拉着我的手不让走。我嫌弃地把手抽了回来，明明没用多少力，桑榆却顺势向后倒去，撞到桌角，肿起了一个大包，疼得嗷嗷直叫。可是他在看向我时，眼里却划过一丝得意。石微心疼不已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：“江旭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怎么可以推阿宇？我看你就是嫉妒阿宇比你优秀。”微微，不怪旭哥，是我自己没站稳。眼看桑榆又要绿茶，我直接打断施法，指了指自己的智能手表：“别装了，我这手表可是有监控功能，一直都在录像。需要我调出来自证清白吗？这手表还是买房子的时候顺便买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。”听我这么说，桑榆和石微脸都绿了，难看至极。我懒得理他们，转身要走。石微见状，直接掏出杀手锏：“江旭，你要敢走，我们就退婚。”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提退婚了。他稍不顺心，就会用退婚来威胁我，迫使我屈服妥协。之前因为爱他，我心甘情愿地被他拿捏。现在我已经看透了，他在用退婚威胁，我只觉得下头。见我沉默，石微眼里闪过一丝得意：“只要你和桑榆道歉，退婚的话我可以当没说过。”不等他说完，我疯狂点头：“退就退，我也正有此意。”听我这么说，石微难以置信地看向我，嘴唇疯狂颤抖：“你还真要和我退婚？”我冷笑回怼：“如你所愿。”有问题？被我这么一呛，石微脸都憋红了，愤恨的眼神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了。他一把拉过桑榆，当着我的面故意把头往桑榆的肩膀上靠：“你信不信我们假戏真做？”说完，石微死死盯着我，想要从我脸上看出一点愤怒，可惜什么都没有。我异常平静：“哦，那祝你们永结同心，早生贵子。结婚我一定随份子。”听我这么说，桑榆眼里闪过一丝得意，石微却憋闷地说不出话。我趁势继续说道：“都提到钱了，正好把你之前欠我的好好清算一下。这些年我虽然在家，却一直在给石微打白工。公司的合作方案是我帮他完成的，PPT 也是我帮忙制作的，被驳回的文件更是我连夜修改的。干得最苦最累的活，钱一分没拿，功劳却全是他的。只是因为他说他想在众人面前证明自己，
为了维护他自尊心，满足他的虚荣心，我一直帮他善后。这一帮就是8年。但现在，我和他退婚了，属于我的东西自然也该要回。这么想着，我拿出手机，当着乔冉的面列了个电子账单，每月工资按6000算。我给你工作了8年，你也得给我48000的工资。再加上这些年，我也给公司出了不少力，我也算是公司的功臣。你怎么也得分我15%的收益？这么算下来，你还欠我200万，给钱吧。算完后，我向石威伸手要钱，石威脸都气红了，从包里拿出一张卡，甩在我面前，带着你的钱给我滚。虽然现在已经不缺钱了，但谁会嫌钱少？再说，不用伺候石威这个公主病，我求之不得。钱一到手，我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回到新别墅后，我开始了一个人的潇洒生活。我才发现，没有石威要照顾是那么的省心和自由。我不需要为他各种操劳，不需要早起给他做饭，也不需要在他下班后给他按摩放洗澡水。没有做不完的家务，更没有操不完的心。我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可以尽情地看电视、玩游戏、上网冲浪、吃外卖，更是难得睡了个好觉。原来，独处是这么的快乐。在别墅放松了几天后，我根据搜集来的数据进行筛选分析，最终选择用剩余的资金投资了凌越集团的一个不错的项目，成为凌越集团的大股东。很快，我凭借过硬的实力和出色的能力入职凌越集团，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总。虽然我一直在家当家庭主妇，但因为常年的积累和实践，我一点也没和市场脱节。说来还得感谢石威，要不是他经常把工作扔给我，让我帮忙处理，我也不会有这么过硬的实力。由于这个项目有意挑选合作对象合作完成，为了筛选合作方，凌越集团直接举办了一次大型商业酒会，把所有有潜力的公司都邀请来了。我作为总负责，自然是要出席的。但我没想到会在那里遇见石威和桑宇，他们公司竟然也在受邀名单里。彼时的石威穿着一身大红的晚礼服，美艳夺目，和穿着黑色西装、戴着金丝眼镜的桑宇正好相配。他们一入场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看到是我，石威先是一怔，随即立马扬起了一抹嘲讽的笑，鄙夷不屑地开口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看你这副穷酸样，也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。”我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西装，虽然没有他们那么精致华贵，但也算得上是整洁体面，和穷酸根本搭不上边。我没搭理石威，他自顾自地继续说道：“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后悔了。
当初搬家的时候不是很刚吗？现在为了求我原谅，居然追到这里。江旭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没骨气。我一阵下头，之前真是眼瞎，看上这么个普信女。不等石薇说完，我冷声打断：少自作多情。我来这里是为了挑选合作方，你可不配。听我这么说。石薇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嫌弃和不屑。就你挑选合作方？你以为你是项目负责人啊？能不能醒醒？别做梦了。真是说话不打草稿。桑榆见状也是在一旁煽风点火。旭哥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怨，但你也不能瞎说捣乱啊。这次合作对微微很重要，他为了这次合作可是熬了好几个通宵呢。旭哥，你忍心让微微的心血毁于一旦吗？就在这时，项目里的员工小陈过来了，还刚好是桑榆认识的人。桑榆见状，立马把他拉过来，指着我询问：小陈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看看，这是你们项目的员工吗？小陈连连摇头，他怎么可能会是我们项目的员工？听小陈这么说，桑榆和石薇的脸上是止不住的得意和幸灾乐祸。他们对着我又是一通奚落。旭哥，你不是说你是项目员工吗？可小陈说你不是。哎，阿宇，你就是太单纯了。这一听就是江旭的谎话。他惯会骗人，就他这副德行，怎么可能入得了凌月集团的眼？没了我的帮助，他可什么都不是。可下一秒，却听小陈颤抖开口道：他可是我们项目的总负责人。江旭，听小陈这么说，桑榆和石薇纷纷瞪大了双眼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连声音也是带上了几分颤抖。什么？总负责人？假的吧？就是。江旭什么德行我还不了解，他怎么可能是项目的总负责？顿了顿，石薇朝我射来冰冷的眼刀，上下打量我和小陈。我知道了。江旭，这也是你的把戏，对不对？你收买了小陈，故意演这么一出，就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。我说了，欲擒故纵那套对我没用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石薇这是什么逆天脑回路？他是不是太自作多情了点？我当场气笑，正准备回怼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凌月集团的董事长王董来了。石薇立马敛去冷漠，换上笑容，殷勤讨好地凑上去套近乎。王董，你好，很荣幸见到你。我是石艺有限公司的石薇。但王董连个正眼都没给他，直接从他身边绕过，走到了我身边，替我撑腰。你们前面好像在欺负我的大股东啊，正好大家都在这里，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。
江旭是我们凌越集团的大股东，也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。他对这个项目有绝对的话语权。凡是和江旭作对的，那就是和凌越集团作对，也就是和我王某人作对。说这话时，王董还冷冷瞥了石威和桑宇一眼，他们脸都白了，浑身更是止不住的颤抖。而我则笑着走到他们面前，一字一顿道：“你们已经被淘汰了，你们公司我们不予合作，慢走不送。”我这么一说，会场众人立马议论纷纷了起来。10亿公司这是彻底把合作方得罪透了呀！他们淘汰我一点也不意外，谁说不是呢？不过我也没想到，项目负责人竟然穿得这么简单。还好我没作死，不然现在出局的可就是我了。当着董事长的面羞辱负责人，我都替他们尴尬。石威一向好面子，在大庭广众下被这么指点，瞬间憋红了脸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桑榆也是尴尬的愣在原地，脸色也像生吞了苍蝇一样难看。好一会儿，他才憋红双眼，楚楚可怜地开口道：“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怎么欺负他了。旭哥，我知道你心里又气，但你们这么大个集团也不能意气用事啊！就因为这点私人恩怨把我们否了，不好吧？”他这话里话外都是在阴阳凌越集团仗势欺人，而我则是感情用事，主观臆断。桑榆这么一说，在场众人立马小声议论了起来。凌越这么大个集团，为了这么一点小事，不至于吧？我也觉得有点过了，又不是实力不行，就因为这个直接把人家全盘否定了。没办法，谁让石威他们得罪了项目总负责呢？关键项目总负责还是个大股东，王董都亲口发话了，自然是惹不起的存在。桑榆想用舆论来逼迫我们妥协，可他不知道，我手上可是有让他们公司身败名裂的证据。本来不想撕破脸的，可他非要蹬鼻子上脸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么想着，我走到桑榆面前，一字一顿道：“不只是私人恩怨，你们公司实力也不行。就你们这种做假账、偷工减料的公司，谁敢要？还有，我可调查过了，你知名设计师的头衔也是偷来的。你能成为知名设计师，是因为你抄袭了别人的设计作品，还把这个设计师给逼跳河了。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抄袭者。”桑榆不说话了，心虚移开目光。石威则眯眼看我：“你胡说什么？”我实话实说而已。说完，我冷笑，掏出手机，翻出提前搜集好的证据。这里面不仅有石威公司的真实财务表，还有桑榆当初逼死设计师的笔录。我把证据对到石威他们面前，看到证据后，石威如遭雷击，
脸色发青的愣在原地。来之前，我就已经把所有的合作公司都调查了一遍，这其中自然包括石威的公司。经过调查，我意外发现石威公司表面看起来欣欣向荣，实际却是问题一大堆。尤其在桑宇加入后，问题就更严重了。他不仅做假账，通过虚表价格来提高利润，还经常偷工减料，赚黑钱。桑宇是石威招进公司的，当初他进公司不久就提出要做假账，我一直反对这件事，可石威却说我不懂，还帮着桑宇训斥我，说我没资格说话。他对桑宇则是一味的纵容，就算知情也选择视而不见，任由桑宇为所欲为。正是因为他的放任和不管不顾，为公司埋下巨雷，才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。石威愣在原地，好半天才缓过神，难以置信地看向一旁桑宇的方向，声音颤抖：“阿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但他身旁什么都没有。傅彦修早就抛下他跑没影了，只留他一人留在现场，接受众人的嘲讽和审判，难堪不已。石威丢了大脸，憋了一肚子气，又没法发作，只能恨恨跺脚，踩着高跟鞋灰溜溜地离去。这次酒会后，我彻底出名，给凌月集团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力，更是拉来了很多合作。我们集团更是挤入世界100强，顺利出圈，集团欣欣向荣，赚的也是盆满钵满。相比之下，石威的公司就没那么好运了。因为酒会，10亿公司被曝光查封，后面更是直接破产。听说石威忙得焦头烂额，更是气得一病不起。当然，我并不关心，有这时间关注他们，我不如多跟进几个项目，多谈几个合作，时间就得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，不然就是浪费时间，浪费生命。这些天忙着应酬，跟进项目，我都快把石威这个人淡忘了。直到某天，我在忙1000万的大单子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了石威的电话：“阿旭，我摔骨折了，你能不能过来送我去医院？”我只觉得莫名其妙，果断拒绝。你摔骨折了，找你的桑宇呀，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说不定现在应该改口叫男朋友了。找我干嘛？我只是一个和你毫无关系的前任。我觉得晦气，就要挂断电话。电话那头的石威却哭着哀求我：“阿旭，别挂电话，我错了，我应该相信你的，是我眼瞎。桑宇他就是个骗子，他接近我就是为了钱，可他却欺骗我说是为了和我再续前缘才回国的。你不知道，公司破产后，我们争吵不断，他也露出了真面目，对我不像之前那样有耐心了。
对我非打即骂，还疯狂向我要钱，要我把仅剩的存款都给他。我没同意，他就上手明抢。我力气不敌他，他就这么把我的存款抢走了，还把我狠推在地。我一个没站稳，左腿就骨折了。我现在好痛，又没有钱交医药费，周围也没有人能帮我，能帮我的人就只有你了。阿旭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算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送我去医院？这一幕多么的熟悉！想当初我被钢筋刺穿右腿，血流不止的时候，也是这么给石威打电话求救的。但当时他是怎么对我的呢？他说自己要忙，冷漠挂断了电话，也掐灭了我对他的最后一丝念想。想到这儿，我也学着当初石威的样子，冷漠拒绝了他的求救。在忙，没空。你能不能懂点事？别无理取闹了。被我这么一呛，石威立马委屈的哽咽出声。江旭，有什么事比我还重要？我都骨折了。我毫不客气的回怼，那当初我还差点断腿了，也没见你过来看我呀。怎么？就许你忙，不许我忙？你怎么这么双标？一通输出完，我整个人都舒畅了。不等石威回复，我果断挂断电话。后面石威又给我打来了好几个电话，发来10几条短信。我嫌烦，直接把他拉黑了。最后据说还是好心人把他送去了医院，他的腿才不足以进一步恶化。我以为石威经历了这么一遭能稍微安分点，但显然我低估他了。没清静多久，办公室外就传来了一阵怒气冲冲的嘶吼声。江旭人呢？我要见他。石小姐，江总他在忙。你……不等助理说完，就听砰的一声，石威顶着打满石膏的左腿，拄着拐杖，怒气冲冲地闯进了我的办公室。不等我说话，他却先一步开口了。江旭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冷血，直接对我见死不救？你之前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你明明说过会把我捧在手心，爱我护我一辈子的。你这个骗子！说着，石威红了眼眶，豆大的泪珠一颗颗的往下掉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受了多大的委屈，明明该委屈的人是我才对，结果我都还没委屈，他倒是委屈上了。想到这儿，我也不由冷了声音，一字一顿的控诉：之前对你那么好，不也是热脸贴你的冷屁股？这8年来，我还不够宠着你让着你吗？你不吃草莓籽，所以每次买来草莓我都会用牙签把籽一粒粒挑掉，再洗净给你吃。你说上班肩膀疼，我就自学了按摩，每天晚上给你按摩，舒缓疲劳。甚至就因为你说了句想一直吃我做的饭菜，我就辞去工作，
在家给你洗手做羹汤。为了你，我放弃了前途，放弃了梦想，忍着旁人的不解和白眼，当起了家庭主妇，更是为你付出了时间精力。但我得到了什么？得到的是你一次次的谩骂，是你无尽的羞辱和打压。听我这么说，石薇身体一颤，神情也有些动容，但还是嘴硬道：“我是女生，你让我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我那也是为了鞭策你，督促你上进，我是为你好啊。这是什么强盗逻辑？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他这么多年对我的嘲讽和打骂？”我气笑了，所以这就是你骄横霸道，肆意伤害我的理由。石薇，没有谁会永远爱你，也没有谁能永远容忍你的小毛病，包容你的小情绪。之前是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能忍着你，让着你，可你却恃宠而骄，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寒心。失望攒够了，爱也就不复存在了。只有真心才能付出真心。可惜，你根本就不懂爱，你也永远学不会爱人。行了，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走吧，别来打扰我了。似乎是听出了我话里的决绝，石薇哭成泪人，抱着我死活不撒手，疯狂认错。阿旭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以为你只是闹脾气，没想过让你走的。我和桑宇真的没什么，我们没在一起。我和他亲密也是为了故意气你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对你了。这一次，我肯定好好爱你。我冷冷抽出了手，一字一顿道：“迟了。从放弃救我的那一天起，我对你就彻底心死了。我们已经没可能了。”石薇不死心，嘴巴一张一合，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我根本不给他机会，直接叫来保安，把他强行撵走了，并且放下狠话：要是他再敢来骚扰我，打扰我的进度，我就让他赔偿1000万订单的损失。被我这么一威慑，石薇才不情愿地转身离去。我以为他会就此放弃纠缠我，不会再自讨没趣。没想到回家的路上，我又遇到了他。等我忙完订单回家后，发现石薇正蹲在我家门口，冷风已经把他的脸和手吹得通红。见我回来，他眼睛一亮，立马小跑着迎上来，更是从身后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芒果慕斯，献宝一样把它递给我，满脸的卑微讨好。阿旭，我记得你最喜欢吃芒果慕斯了，快尝尝，我亲手给你做的。我顺着石薇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发现他手上满是刀口，还有被烤箱烫出的水泡。石薇不会做饭，唯一一次做饭还是给桑宇做的。而现在，
他也亲手给我做了慕斯蛋糕。若是放在之前，我肯定会感动。但现在，我只觉得平静和可笑。石薇和我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居然不知道我芒果过敏。而且我没记错的话，喜欢吃芒果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桑榆。我喜欢的一直都是蓝莓。可石薇明明和我同住了这么久，却压根不了解我的喜好，反而对桑榆了如指掌。见我微笑，石薇眼里闪过一丝欣喜。阿旭，我就知道你会原谅我的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冰冷打断。石薇，你不知道我芒果过敏，还有喜欢吃芒果的一直都是桑榆，不是我。听我这么说。石薇拿着慕斯的手一顿，尴尬地愣在原地，好半天才缓缓开口：“对不起，阿旭，我不知道，我这就回去重做。你等我，我很快就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我们回不去的。不会的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？”石薇不死心，拽着我的衣袖不松手。阿旭，你不是一直想和我有个家吗？我们领证吧，今天就领证。说完，石薇拉着我就要去领证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冷声道：“闹够了没有？石薇，如果你连体面分手都做不到，那就别怪我报警，别让我恨你。”石薇不知道是被我哪句话刺激到了，身形一颤，下一秒眼神失去了光芒，变得空洞。他受伤地低下头，抱着芒果慕斯麻木离去，一边走一边小声嘀咕：“对不起，我走，我这就走。求你，不要恨我。”这之后，石薇没有再找过我，我的生活也是难得回归了平静。但是几天后就出现了一件大事，还被电视报道了出来。某废弃工厂惊现2具焦尸，其中一个生前还惨遭折磨。通过尸体，我认出了这正是石薇和桑榆。据目击者的证词，还有路边的监控，警方还原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原来那天被我拒绝后，石薇遭到了不小的打击，对桑榆也是怀恨在心，认为桑榆是毁了他的美好生活的罪魁祸首。所以这几天他一直都在跟踪桑榆，想找机会下手。终于，某次桑榆大意，给了石薇得手的机会。石薇趁机往他水里下安眠药，等他睡着后，把他带到废弃工厂，各种折磨。不仅用老虎钳拔光了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，还硬生生地锯断了他的右腿，往他脸上泼硫酸，最后更是一把火把废弃工厂烧了，而他自己也跟着一起葬身火海。临死前，石薇都在向我忏悔赎罪。阿旭，我替你报仇了。
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、伤害你了。我欠你太多了，所以我用我的生命来赎罪。阿旭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下辈子，我一定好好爱你。这份监控录像还是警察拷贝给我看的，因为石威在里面提到了我的名字。看完监控后，我一阵感叹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吧。不过我最终还是没能原谅石威，也不打算原谅他。他给我造成的伤害，从来就不是几句道歉忏悔就能抹除的，会一直烙在我的心里。这之后，我渐渐地不再关注石威和桑宇的后续，他们也渐渐消失在我的生活圈里。没有他们的束缚，我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订单，谈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合作，最终事业有成，前途光明。这才是属于我的精彩人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